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做有关焦点三角形的问题呀，因为它很重要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这道题呢是设椭圆，x 方比45加 y 方比20等于1。那么它的两个焦点是 F1、F2，P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 ，PF1 垂直 PF2。我整理一下已知。A 方 x 方下边的数大，焦点在 x 轴，大的这个数就是 a 方，所以 a 方等于45，a 就等于59，3倍的根号5，所以呢2a 就等于6倍根号5，放在这儿整理完备用。另一个数呢就是 b 方，b 方等于20。b 呢，它就等于452倍根号5。好，先放在这儿。然后呢，我就画这个椭圆儿，这样的一个椭圆儿。在椭圆当中 ，a 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减 b 方，45减20，25，所以西是等于5的。我求西的目的是为了找焦点的坐标负5逗0，然后这个是5逗0。点 P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恰好 PF1 垂直 PF2， 让我求的是 PF1 减去 PF2。这个代数式的绝对值让我求它的值。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想呢？我这么想，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，还有就是回归定义。那我定义是点 P 在几何特征是点 P 在椭圆上，我立刻就回归定义，然后表达它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和 PF1 加上 PF2 是等于2a 的，2a 是6倍根号5。我知道它们俩的和，我不知道它们俩的差，所以我怎么把差变成和的样子呢？当然就把它放到根号里边，就加个平方。现在呢，它是 PF1 加上 PF2 的平方啊，应该说是减 PF2 的平方。我硬是变成加，我要减去4倍的 PF1 乘以 PF2。现在我就可以把6倍根号5带进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，他们俩的积我不知道，回过头来我还要重新读题。为什么要给我直角呢？这是特殊的三角形。它是什么三角形呢？焦点三角形。焦点三角形的面积 F 是三角形 PF1、F2， 我有好几种求法。1/2底乘这个高，1/2底乘这个高，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b 方乘以弹进的90°度，然后呢，它还可以1/2两条直角边儿 ，PF1 乘以 PF2， 还有1/2它善应它，都可以，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等面积法。我用刚才学的那个公式表达面积，我也可以用1/2底乘高来表达面积。90度除以2， 45度，弹进的45度等于1。b 方呢还等于20，20等于1/2倍的 PF1 乘以 PF2。把2乘过来，所以它们俩的积是40，把40带到这儿来，于是呢，它就等于6倍根号5的平方减去44160， 66 36， 36乘以5， 56 30， 15的5，
5、6、30，3、5、15，180减160，20，4、5、20，2倍的根号5啊。所以焦点三角形面积的使用啊，它常常是等面积法，尤其是你给我垂直啦，给我60度啊、30度啊，给我特殊角，或者是给我2条边儿啦，或者给我2条边儿的极啦，1/2它sin它，总之啊，我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面积。那么你看，在这道题当中，我就用等面积法求出它俩的极，带到这里来，然后得到最后的结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，我们接着做下一个题。大家看 ，F1、F2 是这个椭圆的2个焦点。我先整理已知 a 方焦点在 x 轴 ，x 方下边的数大 ，a 方等于9，b 方等于7，所以呢，西方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它是等于 a 方减 b 方，它是等于2，所以西是等于根号2的。快速的作图。这是左焦点 F1，这个是右焦点 F2，然后是负的根号2逗0，这个是根号2逗0。点 A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连接2个焦点，角 AF1、PF2，这个角是45度。注意啊，它不是那个顶角，它是45度。好了。我要求的是三角形，是这个依然是焦点三角形。我要求 S 三角形 AF1、F2。原来呢，我们学的是 b 方乘以弹进的2/谁的角，可是现在这道题当中谁的角不知道，那咋办呢？1/2底层高，因为点 A 不确定，高也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我就变化一下。我们在学正余弦定理的时候学过1/2AB sin C 嘛，1/2AC sin B，1/2BC sin A， 我就想用1/2AF1乘以F1、F2，1/2它sin它，1/2AF1乘以F1、F2，然后再乘以sin 45度，就像1/2AB sin C一样。F1、F2 我应该是知道的，西省根号2，F1、F2 是2倍根号2，它等于2倍根号2，sin 45度没得说。现在就差 AF1 我不知道，那我怎么求 AF1 呢？我怎么求 AF1？ 我想起老师说的话，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，还要回归定义。点 A 可不是普通的点，它在椭圆上，点在线上，相切了、相交了，相离了、内含了，之类的等等，平行了、垂直了，这都叫几何特征。特征就是有别于其他点的。其他这个线和线关系的，所以点 A 在椭圆上，那你当然就做到了 AF1 加上 AF2， 它是等于 2A 的 ，A 方等于9，A 等于3，2A 就是6，所以我就设 AF 是 M 吧 ，AF2 是 M， 那么 AF1 呢？它就等于6减 M， 它是6减 M， 在三角形 AF1、F2 中，在三角形 AF1、F2 当中，这条边表示了，这条边表示了，这条边是已知的，我当然就可以用余弦定理那么 M 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和
6减 m 的方加上2倍根号2的方，就好像 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减去2bc2 乘以2倍根号2乘以6减 m，a 方等于 b 方加 c 方减 2bc 乘以 cos a cos 45度。我们为什么要先说 m 方？一角定公式，知道哪个角就选用它对边的平方等于的这个式子。m 方等于66 36减去26 12m 加上 m 方加上8减去 cos 45度2/2根号2，根号2乘以这个根号2是2，和分母就约了，它还剩个2倍，还剩个2倍，4倍的6减 m。m 方约掉了，36加8， 36加8 44，减去12m 减去16 24加上4m， 左边是0。12m 减4m 是负8m， 所以移过来是8m 等于44减24，还剩20，m 就等于20/8，用2来约，那么用4来约，它剩2/5啊。m 是5/2，可是我需要的是 AF1呀，所以 AF1它就等于6减5/2， 6呢是12/12， 12减5呢当然是7，所以面积就等于1/2乘以7乘以2倍根号2，sin 45度是2/4根号2，根号2和它就约了，这个2和它约了，最后的结果就是7/2。这个是没有用到刚才学的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，我用的是另外一个面积公式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一个题呢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要比刚才的题复杂多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于学新课啊，把所有的知识点要弄清楚、弄透彻、掌握全。之后呢，我要给大家上高度啊。好了，我们先看这个椭圆呢，它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。稍微大一点画图，这是椭圆，左焦点 F1， 右焦点 F2。F1、F2 的长给我了，点 P 是椭圆上异于左右2个端点的一个点，好吧？随便的找一点 P。连接 PF1， 连接 PF2， 它是这样一个焦点三角形。M 是它的内心，什么叫内心呢？内心就是内切圆的圆心，它和这个三角形每一条边，这个内切圆每一条边和这个三角形的这些边儿都是相切的。然后给了我这3个面积，这是点 M， 连上，我把它连上。好
MPF1 MF1F2 MPF2，它分割成了3个三角形啊，左边一个，下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好，让我求实数 m 的值，怎么办呢？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，内心就是内切圆的圆心，只要提到内切就干嘛？就分割。你看，它就分割了呀，啊，把一个大的三角形就分成了这3个呀。那么 S 三角形 MPF1，我先表达一下 ，MPF1 1/2底层高，1/2底呢就是 PF1，高是谁呢？半径啊，连接圆心和切点的这条线不是半径吗？它跟它是垂直的。1/2底层高，高就是半径，半径设为 r， 啊，我把 r 乘到1/2的分子上。同样道理 ，S 三角形 MF1F2， 它等于1/2底层高，底呢，它是 F1F2， 也就是 F1F2 2C， 我先写 F1F2 吧。高呢 ，M 到它的距离也是 r， 它也是 r。S 三角形 MPF2， 它等于1/2底层高，底是 PF2， 高呢就是 r， 我把它乘到这儿。3个面积我都求完了，根据刚才说的，这个面积就是它2/r PF1 就等于 m 倍的，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它2/r 乘以 2C 加上减去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它2/r 倍的 PF2。我在干什么，同学们？我在诠释已知，或者说我在整理已知，把隐含的已知都挖掘出来，将来我在使用的时候信手拈来。啊，我一边整理已知，一边看求，他让我求 m 的值嘛。每项都有2/r 就约掉了，好吧？左边就剩 PF1， 然后它是 2CM 减去 PF2， 我当然要把它移到左边 ，PF1 加上 PF2 就等于 2CM， 然后呢，它是椭圆上的点，到2个定点的距离的和是等于 2a 的 ，2a 等于 2CM，2 约掉了。所以 m 就等于1/c，m 等于1/c，这不叫求出来。你看 m 应该求出来这样的数。那接下来我咋办呢 ？m 等于1/a， 接下来我还要找方程，我要找等式。回过头我们去读题，我记得还有一道题，还有一个已知条件没用 ，F1F2 等于2a/b 方我没用，因为 F1F2 这分明是2个交点的距离，就焦距，你理应是等于2c的，但是在这道题当中呢，你还等于了2a/b 方，所以2c就等于2a/b 方。把它乘过来 ，4ac 就等于 b 方。m 是 a 除以 c， 所以 b 方呢就换成 a 方减 c 方。4ac 等于 a 方减 c 方，我们把这种式子叫做齐次式。什么叫齐次式呢？1次乘以1次是2次，2次2次，每一项都是2次，叫齐次式。我要想求m， 我就得出现 a 比 c，
所以两边同除西方得，它除以西方喜约掉一个4倍的 ABC， 等于 A 方比上西方减去1，它就变成4m等于 m 方减1，也就是 m 方减4m 减1等于0。m 等于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下 b 方16减去4ac 加上4。20，4、5、24开出了一个2，所以最后呢应该是2加减根号5啊 ，m 的值是2加减根号5。我们一看这个备选答案呢，它都是正的，都是一个结果，没有2个结果。然后我再一看呢 ，A 和 C 都是正的呀，所以它的是正的。根号5是2点多，2减根号5那就变成负的了，显然呢不合题意，所以最后的 m 我只能要2加根号5，因为2减根号5是个负值 ，m 等于 ABC 一定是个大于0的数，所以最后结果我们要2加根号5，所以就选 A。好，有关焦点三角形啊，我给大家讲了好多东西啊，给大家讲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啊，我就不重复了。下节课呢，我要开始讲新的知识点。